大家好，我是平行街道的戴夫。我喜欢走路和阅读，也喜欢探究身心好状态 （wellness）。平行街道一直在真实世界的繁忙步调旁，陪伴你走过每一段滋养身心的探索之旅。今天就和我一起在深圳大沙河公园散步，聊聊我被行走治愈了这本书吧。这本书在台湾翻译为52种走路的方式，但我非常喜欢简体版的译名我被行走治愈了，因为它更贴切地点出了这本书的灵魂。走路不只是移动，而是一场深度的身心疗愈。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著名健康科普作家安娜贝尔·斯特里茨 （Annabelle Streets）。她曾因为生活变故与慢性疼痛陷入低潮，直到她重新跨出双脚，用1年52周，每周尝试一种全新步行方式的实验，彻底治愈了自己的身体与心灵。这本书出版后迅速登上各大畅销榜，成为现代高压人群的精神与身体解读指南。我们每天坐在办公室，冷气房里的空气，没完没了的通讯软件讯息，是不是常让你觉得头昏脑胀，身心俱疲？我们总以为抒压需要花大钱去国外度假，但作者告诉我们，最顶级的身心疗愈其实完全免费，就在你双脚踏出的每一步里。你知道吗？当你开始行走，只要短短12分钟，血液中就有522种代谢物发生改变，氧气源源不绝地送进大脑与内脏。你走路时，心肺效率提升，记忆力、创造力与整体情绪都会出现质的飞跃。如果你觉得走路很无聊，那只是因为你陷入了相同的路线、相同的时间、相同的走法。作者在书中拆解了极其丰富的行走科学，比如寒冷步行。在低温或微凉的气温下散步，身体会激活一种叫棕色脂肪的物质，它的燃脂效率甚至超越肌肉。而且在微凉的空气中，大脑消耗葡萄糖降温，反而能让你的思维变得无比清晰敏锐。你甚至不需要亲身挨冻，仅仅看着寒冷的风景图片，大脑的运作效率就会提升。还有一个超酷的技巧叫全景视觉。我们平时盯着电脑和手机，用的是焦点视觉，这会一直刺激大脑的杏仁核，发出焦虑警报。但当你走到户外，把视线拉宽，放眼整个公园或远方的地平线，进入全景视觉与光流状态，眼睛快速扫视风景，杏仁核就会传统放松下来，焦虑感瞬间烟消云散。除了视觉，我们的呼吸与听觉也是接通自然的桥梁。散步时记得用鼻子吸气，鼻腔不仅能过滤病原体与过敏源，还会产生一氧化氮，增加肺部血流量与血液含氧量。如果你碰巧遇到雨天或泥泞的小路，千万别躲开。雨后土壤散发出的土臭味素，是我们远古祖先基因里代表有水源与肥沃土地的安全讯号。吸入这种气味能让大脑感到无比平和。而在不平整的泥地、碎石或鹅卵石上行走，核心29块肌肉会为了保持平衡而同时发力，能极大地提升你的平衡力与身体掌控度。如果你常常失眠，白天没精神，作者强烈建议把散步放在清晨。醒来1小时内接受户外的晨光，是重置全身生物中最强烈的讯号。光线是我们体内每个细胞的主要计时器，晨光能抑制褪黑素，提升血清素，还会带来一波健康的皮质醇峰值，把你从昏睡中彻底唤醒。更美妙的是，清晨的空气污染最低，鸟儿唱歌的声音传播距离是白天的20倍。聆听自然界的水流声、风吹树叶声与鸟鸣，能让你的放松感提升30%，这是任何冥想 App 都无法比拟的。对于每天久坐超过8小时的上班族来说，坐着超过1小时，下肢流向心脏的血流量就会暴跌50%，严重损害血管与心脏机能。但你不需要每天跑马拉松。研究发现，每小时起来慢走5分钟，或者一天累积走完8000步，就能完全抵消久坐的危害。甚至连独自散步本身都是一种超能力。具备独处能力的人，心理韧性更高，孤独感更低。当你一个人走在路上，大脑远离了社交噪音，
正如毕加索所说，伟大的独处能带来灵感，这正是创造力与横向思维爆发的黄金时刻。另外，你是不是也习惯出门都靠 Google Maps 导航？作者提醒我们，过度依赖手机地图会让大脑掌管空间定位与记忆的海马体逐渐萎缩，增加未来失智的风险。偶尔扔下手机，拿着纸质地图，甚至允许自己迷路一下。迷路时的刺激会让大脑瞬间分泌浓缩咖啡般的专注力，倒逼大脑记录环境，建立全新的神经通路。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 walk 和 work， 或者带有小目标的行走，你会发现身体的潜能比想象中更惊人。比如背着背包徒步，或者手提野餐篮散步，这种带有负重的行走，肌肉会进行等长收缩，这是在不给关节施加额外压力的情况下，重塑肌肉力量，预防肌肉流失的最佳方式。搬运重物时，大脑需要精密计算每一步的姿态，甚至单手提重物时，大脑还会向另一只手发送讯号，保持肌肉活力。背包时，把重物贴近脊椎中部，挺胸抬头，心肺功能与核心肌群会被瞬间激活。到了休假，不妨去爬爬山。上坡时，臀大肌、腘绳肌与核心全力配合，能达到媲美跑步的燃脂与内啡肽释放效益，却完全不会像跑步那样给关节带来剧烈冲击。下坡时使用登山杖，更能帮膝盖与髋关节减压 50%。如果你想减脂，不妨试试清晨空腹徐行。在空腹状态下轻快散步，能最大化提升脂肪氧化效率，优化胰岛素敏感度。走完路再吃早餐，你会发现体温升高激活了下丘脑，食欲被温和地调节了，不再那么渴望暴饮暴食。还有一个好玩的科学小招式，倒退行走 backwards walking。 当你倒着走时，脚趾先着地，激活的核心与腿部肌群与向前走完全不同。它不仅能消耗更多热量，还能极大地断你的本体感觉与大脑协调力。在安全封闭的跑道或公园草地上，不妨试试倒退走几分钟，大脑的记忆力甚至能在停下来后持续提升10分钟。而如果你平时精神压力极大，试着找一条有河流或大海的路线，水边产生的空气负离子能存留更久，看着起伏的波浪或流动的水面，能显著降低体内的压力荷尔蒙，激发利他感与幸福感。近距离接触松树林，触摸自然的树木与土壤，皮肤吸收到的维生素还能直接增强你的免疫系统。如果你觉得一个人的散步有点孤单，那不妨尝试带上爱犬，或是找个朋友边走边聊，甚至试试边走边唱歌。养狗的人心血管更健康，自我价值感更强，因为遛狗不仅让你被动增加步数，抚摸狗狗还能促进催产素释放，降低压力荷尔蒙。而在路途中与其他遛狗者的轻松互动，无形中为大脑注入了高品质的神经社交滋养。如果找不到同伴，边走边唱歌也是绝佳的有氧体验。扩张肺部唱歌会自然改善你的姿势，减轻肌肉紧张，同时提升免疫球蛋白 A 的水平。大脑控制运动与稳定节律的区域被同时激活，连步幅都会变得更加轻松均衡。哪怕是在工作中，我们也可以把行走融入进来。如果你有机会体验跑步机办公桌 Deskersizing， 在思考时以时速 1.5 公里走动，打字时 2.0 公里，阅读时 3.5 公里，不仅能多消耗数倍热量，更能疏通大脑深处的神经网路，极大地提升视觉工作记忆与创造力。如果没有这种条件，开一次站立或步行会议，在走廊或园区边走边讨论，思想会比坐在会议室里流畅得多。甚至我们还可以把赤足行走纳入尝试。穿着厚软垫鞋时，脚跟撞击地面的压力往往是赤足的3倍。在安全的草地上脱下鞋子，让拥有丰富神经末梢的双脚直接感受大地，步幅自然变小，重量分布更平均，膝盖的负担也会瞬间释放。甚至在夜晚，月光下的散步能带给我们完全不同的感官体验。满月的夜空比半月亮上10倍，在静谧的夜色中漫步，能带我们暂时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重新找回对自然与黑暗的敬畏与连结。所以，
看完整本书，我们会发现行走从来就不是一项枯燥的任务，而是人类进化给我们最棒的治愈礼物。身为智人，我们的身体进化了几百万年，天生就是为了行走而设计的。双腿有弹性的韧带，全身数百万个汗腺，都是为了让我们在天地间自由漫步。只是现代文明的沙发、汽车与荧幕，又或者我们进入节约能量的省电模式，却也让我们的身心渐渐枯萎。治愈不需要翻山越岭，只需要你把双脚放回地面。当脚步动起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些卡在心里的烦恼，卡在身体里的僵硬，都会随着呼吸一点一滴地散开。为了帮你把这本书的精髓无痛融入生活，我为你总结了3个今天就能开始执行的微行动。第一，实施清晨15分钟晨光散步。明天起床后1小时内，不要先刷手机，直接出门在户外散步15分钟，让晨光唤醒你的细胞，重置生物钟，为整天注入高昂的血清素与专注力。第二，建立久坐断路器，在办公室设定闹钟，每坐满50分钟就起来走动5分钟，去接杯水，走走楼梯，或者把视线转向窗外的远方，切换到全景视觉，瞬间释放眼睛与大脑的压力。第三，开启餐后10分钟无手机漫步，晚餐结束后放下手机与工作，出门随意走走，不仅能平稳血糖，促进消化，更能帮你从一整天的紧张工作中切换出来，进入高质量的睡眠准备状态。行走是我们与自己身体温和对话最美好的方式，不用追求速度，也不用计较步数，只要跨出家门，疗愈就已经发生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一边散步一边听书的放松感，欢迎按赞、订阅，并分享给身边也憧憬身心灵健康 wellness 的朋友。我们下次散步见咯。